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健康的身体需要富足的心灵，你可以觉得很难，也可以觉得很简单。一切从心出发，就让戴斯医生带你进入能量的世界，保持身心平衡吧。欢迎收听戴斯医师的健康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耳鼻喉科医师曾宏正曾医师。曾医师对呼吸非常的有兴趣，而我发现呢，他对这个自然医学的喜好呢，跟我不相上下。曾医师也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电动洗鼻器。那我在他的诊所呢，也推荐我的病人大量的使用洗鼻器。原因呢，等一下后面就知道。同时呢，我们还在诊所里面教我们的病人使用菩提格呼吸法，一种减量然后缓慢的轻柔的呼吸方法，然后用来改善鼻过敏或是气喘等等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都推荐我们的病人可以大量的练习舌头的运动，还有嘴巴要闭上，这样子呢，在耳鼻喉科来讲可以减少很多鼻过敏啊、自律神经失调啊，或者是气喘的问题。而在牙科呢，我观察到的是正确的呼吸方式，嘴巴闭上，用鼻子呼吸，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发育更整齐、更健康，还有脸型会长得更好看。一起来听听看，为什么曾医师会提倡这些呼吸方法和舌头运动吧。健康补给站，欢迎收听戴斯医师的健康世界，我是戴斯医师杨艺颖。今天很荣幸可以请到耳鼻喉科医师曾宏正医师来跟我们传授怎么样可以不打呼的秘诀。这个我自己在当牙科医师的门诊上，我看很多孩子，然后每次我问孩子说你睡觉会不会打呼，孩子呢真的10个有1半以上都会说爸爸会。这样子就是打呼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那很多家长还觉得说打呼是睡熟了没有关系，但其实对中年人以上其实不止中年啦，打呼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想请曾医师大概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对打呼这个课题这么有兴趣。谢谢杨医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大概是一个耳鼻喉科医师了哈。打呼其实在我们医学术语来讲，大概有3个科的医师是主要的啊，一个耳鼻喉科医师，一个胸腔科医师，还有一个就是牙科医师。所以打呼在我们耳鼻喉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哈。那以前我们传统上来讲，就是碰到打呼的患者，我们大概因为我是在基层诊所哈，所以碰到打呼的患者，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转到医院去，然后做个睡眠检查。那如果说他的比较严重的话，大概就是不外乎就是以氧压呼吸器或者是手术来处理啊。那当然到牙科医师那边的话，就是会做一个止鼾牙套。那我其实开始真正对打呼发生兴趣是在我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加拿大，有一次在查询这些医学文献报告的时候呢，看到一篇文章引起我非常大的一个兴趣那篇文章呢，就是利用那个菩提格医师的一个放松减量呼吸，可以非常有效的改善气喘甚至逆转气喘因为传统上我们大概知道气喘是一个终身用药的一个疾病，没办法去逆转，只是说有时候你的症状比较严重，有时候症状比较不严重会随着你的症状呢去调整你的用药，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一辈子大概是还是需要靠药物。那这篇文章呢给我很大的震撼在哪里呢？就是有 80% 的患者在学过普利格医师的一个放松减量呼吸之后，大概半年左右，有将近 80% 的患者他可以逆转气喘，换句话说，他可以不用一辈子再靠药物来控制气喘这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当然以一个医师的训练来讲，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有这么特别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并不会马上就相信它。所以看到这一篇文章之后，我开始就再去查这个普利格医师的呼吸法跟气喘的关系，结果发现到不单单是这篇文章
而是有好几篇文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师做同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几乎都一样就是大概有 80% 的患者呢，在接受过普利格医师的放松减压呼吸的训练之后，大概在半年左右 80% 的患者呢，他可以逆转气喘。所谓的逆转气喘呢，就是他以后可以几乎不用再靠药物。那时候有看到一篇文章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疗专家，他写了很多医疗报道的一些文章，他所有写的这个医疗的报道都是经过医学证实的，证实有效的，但是他唯独写的这一篇文章是还没有经过医学证实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很严重的气喘，几乎3-2天就要跑急诊，就要送到急诊去。是。那后来因为长期的使用类固醇，导致他的眼睛已经快要失明，所以眼科医师跟他讲，你有2个选择，一个停止再使用类固醇，对，一个你就准备接受眼睛失明。那这个时候呢，他刚好就看到普利格医师的这个呼吸法，所以他在美国呢就找了普利格呼吸的一个训练的讲师，开始去学这个普利格医师的呼吸法。结果呢，他眼睛也保住了，是气喘也逆转了，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震撼。那这个普利格医师的呼吸法基本上是俄国的一个普利格医师，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他所开始研发推广的。那因为以前苏俄算是一个铁幕国家所以一直大概到1990年代，苏俄开始就是原来的苏联瓦解之后，开始把这个呼吸法传到纽西兰、澳洲然后大概到95年传到欧洲，然后大概2000年左右传到美国。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刚开始很多医师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一个呼吸法对你就可以逆转气喘，是不用药物对，然后所以他们非常的怀疑，是，所以他们认为是不是这些俄国人来这边糊弄人家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就是在英国找了几个医院，每个医院都找一个非常严重的气喘患者，是，然后再从俄国找一个呼吸训练的讲师来训练。结果半年之后，有一个患者非常的神奇，他原来气喘严重到从床上走到他的门口大概只有1-20公尺的距离，他就喘得要死。是，结果他在做完这个普利格的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半年之后，你猜他能做什么事？他可以跑步吗？他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哇，可以去打这很长时间对，高尔夫球他可以去打高尔夫球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所以我在研究学习研究这个普利格呼吸法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其实就跟我讲，他说其实这个呼吸法对打呼也很有帮助。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又看到一本书，也是跟普利格呼吸老师他们介绍的。那个时候我想杨医师大概应该也很熟悉就是有一个牙科医师叫 Dr. Miu 是Dr. Miu。所以 Dr. Miu 那个时候呢，他就提了一个观念，就是他那本书里面就只有短短的1页，他特别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舌头的位置，正确的位置应该是摆在上颚而且是整个舌头贴到上颚。没错，不是只有舌尖对，整个舌根，然后舌尖，整个舌头要贴在上颚。对，所以这个不是说像大家去练气功练瑜伽，老师跟你说要舌顶上颚。没错那舌顶上颚呢，只有舌尖点到上颚。对，但是真正舌头的位置呢，是应该整个从前到后，整个贴到上颚。是那这个呢，其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那怎么说呢？因为从这边，然后我再看到几篇文章，就是有一些在国外有一些对打呼、睡眠呼吸中止的治疗里面，他们发现到吹奏一些乐器有帮助。对，吹奏一些乐器的人呢，他们很少打呼。对，那这个就开启我另外一个视角。是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那是不是舌头的位置、舌头的肌肉对打呼真的是有帮助、有效的？是。然后接下来再过来，我就开始去从解剖学、生理学去研究，就发现到说 Dr. Miu 讲的那个观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坦白讲说，开启我研究打呼，一个是普利格的呼吸法，一个就是 Dr. Miu 这个观念。是坦白讲，我耳鼻喉科医师做了20-30年，我们的教科书从来没有一个教科书，从来没有一篇文章在跟我们讲说你的舌头应该放在哪里。对，然后怎么训练舌头？对，其实很少提。对，完全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打呼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打呼我们的口咽部的呼吸道狭窄，其实它不是一个结果的问题，是它其实是一个功能的问题。没错。哦，那如果一个功能的问题的话，你用手术来解决，效果就没那么理想。治标不治本。啊，那手术的话，它其实是应该针对结果的问题。你的结构真的有问题。是。那为什么现在大家说是结构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他在打呼的当下，口咽部是狭窄的。所以你会看到悬雍垂往后，舌根往后，所以你认为这个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深入去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悬雍垂会往后？是为什么舌根会往后？这个才是它根本的原因。我们目前的治疗来讲，就是解决症状。没错。那我是进一步去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状，你就可以去解决根本问题，追根究底。对，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说，为什么悬雍垂会往后，为什么舌根会往后？那这个牵涉到哪里 ？Dr. Mill 的观念。所以 Dr. Mill 的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的舌头要整个贴到上颚。那舌头贴到上颚，坦白讲，这个其实也不是 Dr. Mill 发现的。为什么呢？这个是人与生俱来的。是的。这个是我们人只要出生之后，小孩子没有人教他的话，他的舌头本来就是整个贴到上面。真是我有这句话，我去拍了好多个小婴儿，大概是0到6个月以内的小婴儿，我就拜托那个家里有小婴儿的朋友，然后帮我拍，睡觉的时候偷偷把这个婴儿的嘴巴扒开，然后去看他的舌头是不是真的贴在上颚，真的。朋友的回报都是，他真的贴在上面，他们也吓一跳，怎么小婴儿的舌头自己睡觉的时候就是自己自然的贴在上颚？对，没错。所以这个其实是人的自然。对。所以我们人体的解剖跟生理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舌头要能够贴到上颚，它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先决条件？嘴巴一定要闭起来。嘴巴要闭。全世界所有的人100%，你只要把嘴巴张开来，我100%你的舌头绝对没办法整个贴到上颚，就贴不上去了。一定会下来。是。然后再过来一个就是，舌头往下移动的时候，它会同时就会往后移动。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是。所以为什么说睡觉嘴巴张开来的时候容易打呼，就是因为你的舌头往下又往后。是。所以你口咽部的空间就变小。是的。那第二个呢，在打呼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叫做悬雍垂。是。所以悬雍垂就是大家把嘴巴张开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嘴巴张开来的时候有一块肉掉下来，那个就是悬雍垂。对，也有人说是小舌头。对，小舌头。对。所以现在发现到打呼的声音的来源最主要的就是悬雍垂的震动。是。那为什么悬雍垂会往后移动？跟嘴巴张开来非常非常有关系。你只要嘴巴一张开来，很简单，你的悬雍垂一定是往上往后移动。你如果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呼吸的时候，空气从鼻腔进去到鼻咽部再到口咽部的时候，那个时候悬雍垂一定是往下往前移动。就会有后面比较空间。对，因为它悬雍垂如果往后往上的话，你空气到那边就被挡住了。是。所以这个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就是当你嘴巴张开来呼吸的时候，你的悬雍垂会自然的往上往后移动。是。所以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嘴巴张开来，刚刚讲的2个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悬雍垂往后往上移动，所以悬雍垂跟口咽部的后壁距离就很短。甚至整个就贴住了。对。然后第二个，我刚刚讲，嘴巴只要一张开来，舌头很自然的往后往下移动。是。所以在口咽部的空间，舌头就把它盖掉了一部分，呼吸道会变狭窄。对，呼吸道就会变狭窄。是。所以这2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处理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的时候最主要的解剖上的，就是处理这2个地方。没错。只是我们传统上都认为这个是结构的问题。就把它切掉。对，所以要把舌根削掉一些。把悬雍垂把它斩掉。让后面的空间变大。那个蛮多副作用的，对不对？对，没有错。是。所以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其实都有它的功能。那悬雍垂的功能是什么？就我刚刚讲的，当你从鼻子呼吸的时候，悬雍垂是往下往前移动，让空气可以从鼻腔一直进到你的呼吸道里面去。但是当我们在吞咽的时候，当你东西一吞进去的时候，悬雍垂它自动就是往上往后移动，
它就是把鼻咽部跟口咽部把它整个隔开来，挡住才不会呛到。对，像一道墙整个隔开来。所以如果没有血溶锤这个组织的时候，你可能你吃东西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小心跑到你的鼻咽部去，对，会跑到鼻咽部去。好，所以你吃饭的时候，其实有几颗饭粒跑到你的鼻咽部去，真的，所以那个就非常非常难过。我以前曾经在长庚医院的颅炎中心服务过，那我们看很多唇腭裂的小朋友，那这些小朋友因为他的上颚先天发育不足是裂开的，即便整形外科医师很用心的修补，他们真的很常回来，有时候跟我们抱怨说，他喝水的时候鼻子会从鼻子流出来，甚至还有小朋友说面条，也有曾经面条从鼻孔流出来，因为那个后面的悬雍垂那个地方修补的还是有一些破洞，对，然后就是会一直漏东西，对，没错。所以你说后天因为打呼去切修补去做这个悬雍垂的手术，它也是会有类似的后遗症，这样子，没有错，是。所以虽然现在很多耳鼻喉科是一直在做一些修正的手术，希望把这方面的问题减少，但是追根究底就是我刚刚讲的打呼、睡眠呼吸中止，基本上其实它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它不是结构性的问题。是，所以一个功能性的问题的话，你用手术去处理，可能短时间你可能会觉得感受不错，所以我常常说一个笑话，就是在医院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手术之后，如果开记者招待会说他手术完之后多么好，通常都是手术完3-4个月。那随着手术的时间越久，对，它的复发率其实越高，其实它越高所以这是一个没法去避免问题。就像说，你说你跑个3公里，你觉得很累，脚很酸，是，你要怎么做？你要去训练你的肌肉，对，强化肌肉，对，你要训练你的肌肉，强化。所以打呼这个跟睡眠呼吸中止其实也一样，如果你是因为功能的问题，你要强化你的功能，是，而不是开刀，没错。我另外常常也讲一句话很好玩，就是很多打呼很严重的，他常常躺下去睡觉的时候，不到3分钟鼾声如雷，睡着了而且这个比例非常高，是我以前曾经在询问我的一些打呼的患者，坦白讲，超过70% 以上躺下去不到3分钟，快的话1分钟，声音就很大，是，声音就很大，所以这个就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结构的问题的话，你怎么可能在短短的1-2分钟的时间，你的结构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证明说，它其实不是结构问题，它是功能的问题，是所以等于你一躺下去睡觉之后，然后脑部对于那些口咽部肌肉的刺激减少，然后再加上你嘴巴张开，我就刚刚讲嘴巴张开来，悬雍垂跟舌根的位置的变化挡住了，这个打呼是睡眠呼吸中止就发生了，是，就所谓的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对，没有错，比较是功能性的。对，那所谓结构性，因为还有一种是 central， 就是脑神经的那个才会是结构性的嘛。脑神经的部分的话，其实那个患者在整个我们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来讲，比例非常非常少，是非常非常少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你的睡眠呼吸中止发生之前，几乎都有打呼，打呼，然后再过来比较厉害，才会变成睡眠呼吸中止。因为打呼的时候，口咽部是没有完全堵塞，是，那它整个厉害到整个堵塞，就变成睡眠呼吸中止。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平常看到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所以我们平常看到的睡眠呼吸中止，99%以上都是阻塞性的。那中枢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的话，那它就不会有打呼。它会直接就出现睡眠呼吸中止，它跳过打呼这个症状，直接呼吸中止，因为它是脑部的问题。OK，所以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一般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几乎前面都有打呼，然后症状通常都是来自那个器官肌肉的松弛，对，所以口咽部、呼吸、舌头都要训练，没有错。所以后来我在国外在看这个时候，后来在美国，它有一个口咽部的颜面肌肉功能的学会。我去那边也学了一些东西，我发现到其实真正解决打呼、睡眠呼吸中止、口咽部的肌肉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后来郑医师写了一本书叫《从此不打呼》，因为说到这边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说，那到底要怎么训练？所以您把它归纳成一本书《从此不打呼》，里面有几个重点，一个是减量呼吸法、菩提克呼吸法，一个是洗鼻子，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贴胶布，然后把嘴巴闭好，然后最后一个是口腔肌肉的训练，就舌头的训练。对，那您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哈，就是你要改善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哈，就像我现在在门诊看患者的时候，那第一次来看诊的时候，我会先检查他的鼻腔、口咽部有没有什么结构上的问题。是啊，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转去做一个睡眠检查啊。不好意思，如果鼻中隔弯曲，这个算结构性的问题。对，鼻中隔弯曲算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没有错。是，但是大家有一个观念哈，因为很多患者因为鼻塞来看诊的时候，常常会问一句话说：“这件事我有没有鼻中隔弯曲？”我有时候坐在那边看都没看，我就跟他说有，一定有。为什么鼻中隔弯曲一定有？因为这是人的自然，人的姿态。每一个人鼻中隔都多多少少会弯曲。你要找到一个病人，找到一个人，不要讲病人，找到一个人，他的鼻中隔从前到后，从上到下都是直直的，像我们教科书解剖学的教科书画的那样直直的。坦白讲，是没有的，你很难找到这么一个人。那为什么鼻中隔它都会有点弯？是，基本上它就牵涉到说，其实这个基本上就牵涉到我们的呼吸的一些很基本的原理了。是。那我有时候举一个例子说，你看全世界所有的河流。不管大大小小河流，从高山发源到它进到海边，是有没有哪一条河流是直的？对，好像没有。你绝对找不到。一定会弯，一定是弯来弯去的。所以弯来弯去是正常的。对，鼻中隔为什么要弯？所以很多人讲说，我嘴巴张开来呼吸我才够啊，鼻子呼吸我会鼻塞我会不太那个，然后我要用嘴巴呼吸我才觉得呼吸的空气量够。那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上天造人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需要呼吸那么多空气的话，你的鼻腔是不是应该比嘴巴还大？对，对不对？你的鼻腔是不是应该比嘴巴还大？如果你需要，那为什么你的鼻腔比嘴巴小，而且小很多？而且里面很多纠结的构造，弯弯曲曲。对，然后空气进到鼻腔之后呢，在最前面有一个刮约肌，它让进去的空气更小，比你的鼻孔、鼻毛这边又更小。在进去之后呢，空间比较大，比较大之后呢，它有一个鼻中隔，我刚刚讲有个鼻中隔，那鼻中隔多少还是会有点弯，有人弯的厉害，有人弯的不厉害，多少还是有点弯。两边还有鼻甲，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鼻肉。那为什么又有鼻中隔又有鼻甲呢？它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希望进去鼻腔的空气流动速度慢一点，对，它控制空气量少一点，是。空气量少一点，所以从这个来讲，从我们人体的结构来讲，你就应该知道说，我们人体其实不需要呼吸那么多的空气。是，你如果真的需要那么多空气的话，你应该比嘴巴还大。的确，对不对？而且你看嘴巴一张开来之后，除了舌头，没有其他东西啊。空气是直通通的进去，是，空气进去非常的快速，没错，量非常的大，是。所以为什么鼻中隔会这样子？为什么鼻腔的结构会有鼻中隔，会有鼻甲？它是有它的道理。对，而且它过滤、消毒，然后减缓温湿、潮湿这个空气，有很多很多步骤要处理。对，没有错。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说我要大口的呼吸啊，我要深呼吸啊。我说其实这个，你从人体的基本的生理跟结果来看，你是不需要呼吸那么多空气的。这是为什么普利科的放松减量呼吸，它是教你减少你的呼吸量，对，然后把你的呼吸速度放慢。如果你慢慢的做放松减量呼吸的话，坦白讲，你的呼吸道的问题几乎都是不药而愈。所谓呼吸道问题，包括你的鼻塞、过敏性鼻炎、睡觉打呼、睡眠呼吸中止，到下面的气喘，甚至我们现在所谓的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炎，这个全部都会改善。是。然后再过来一个就是你呼吸的时候比较有一个比较有规律的呼吸，是。然后呼吸的时候把吐气的时间拉长，比吸时间长一点，那你的自律神经失调就会非常的就会痊愈，对，会改善的非常的多。是。所以这个普利科呼吸，它坦白讲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好。非常非常简单。好，我们休息一下，大家一定很想要知道，那我到底怎么样经过不用开刀甚至不用吃药，然后就可以来痊愈这些不能说痊愈了改善鼻过敏跟打呼的方式。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曾医师示范一下。
到戴思医师的健康世界。我们今天专访的是耳鼻喉科曾宏正医师。曾宏正医师在他的著作里面从此不打呼啊，有提到几个怎样不要开刀、不要吃药的自己疗愈的方式哦。一个是洗鼻子，一个是舌头的运动，还有一个是嘴巴闭好，可能可以贴胶布，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个减量呼吸的呼吸方式。所以我刚刚讲过，就是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最主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口咽部的狭窄。那口咽部狭窄，我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变化，就是悬雍垂往后，舌根往后。那为什么悬雍垂往后，舌根往后？它就牵涉到说你那个嘴巴要闭起来，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呼吸。那所以现在很多人去看耳鼻喉科医师的时候，耳鼻喉科医师会说，你打呼是因为你那个鼻中隔弯曲或者是下鼻甲肥厚的关系，我帮你鼻腔手术以后，你的鼻子呼吸通畅了，你的打呼就改善了。对。那有些患者呢，手术完的确他改善了，有些患者呢手术完之后完全没有改善。对。那它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你的鼻腔通畅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把嘴巴闭起来？对，用鼻子呼吸。没错。你如果手术完之后呢，你嘴巴还是张开来，那基本上你这个手术完全没有用。所以我们在处理打呼的时候，第一个我都会问病人说，你有没有鼻塞的问题？你有没有比较严重的鼻塞问题？如果有的话，你鼻塞要先处理。是。所以鼻塞它会让打呼比较严重，睡眠呼吸中止比较严重，但是解决鼻塞不一定会改善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是。就是鼻塞完你可以把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呼吸，你的打呼、睡眠呼吸中止会有帮助。所以你会先开药去把鼻塞缓解。对，所以在鼻塞的处理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传统上会先用药物。对。用药物治疗，口服的药物，或者是用种像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会给他用类固醇的鼻喷剂。那一般另外还有一种鼻喷剂是血管收缩剂，那种我们就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那个连续使用超过5天以上，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我们叫做反弹性鼻炎。是。就是你不喷就塞，喷了有效时间越来越短。那传统上药物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建议手术。是。那我大概在这20年的时间，我几乎很多的治疗我都是尽量在寻找非手术的治疗方式。是。非手术的治疗方式就是说用所有的内科方法都无效的时候，你再去考虑手术。没错。所以药物、口服药物、喷药其实它并不是代表真正的所有的内科治疗。所以我另外发展一个就是用脉动式洗鼻器来治疗鼻塞。那我目前的治疗用脉动式洗鼻器的话，一方面调整盐的浓度另外一方面我还再加一个木糖醇，然后再把那个原来喷鼻子过敏的类固醇鼻喷剂我放到洗鼻器里面去洗。所以加类固醇的药物吗？就是那个喷鼻子过敏的那个类固醇鼻喷剂也加进去。对，加进去里面去洗。那我目前的治疗的一个经验是，大概大部分的鼻塞的患者这样洗大概2个礼拜到1个月，通常都会感觉鼻塞会改善。是。鼻塞会改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能就不太需要说一定要再去接受手术。是。所以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来讲，鼻塞的处理我们还是非常强调你一定要先处理好。因为它可以让你把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呼吸。没错。那第二阶段就是一个真正的根本治疗。那所谓的根本治疗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把嘴巴闭起来，然后呢训练你的舌头的肌肉力量。是。慢慢让你的舌头能够恢复到它原来该摆的位置，就是整个舌头贴到上颚。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做到，就是你在白天晚上舌头都能够贴到上颚。是。不是说只有你在练习的时候舌头才贴到上颚。没错。所以你白天除了讲话跟吃东西之外，嘴巴都要闭起来。是。然后舌头它要能够很自然的不用力的状况之下，它又能够贴到上颚。是。那这里我是经常跟患者强调，就是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是不会用力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到白天的时候你不用力的情况之下，舌头都是贴到上颚。是。那这样的话你睡觉才有办法说保持舌头贴到上颚。没错。那舌头贴到上颚的先决条件，我还是一直在强调，先决条件嘴巴一定要闭起来。是。嘴巴如果没有闭起来，你这个训练会是事倍功半。事倍功半，你就是练了很多的，一直强化你的舌头的肌肉，但是你白天嘴巴又张开来的话，嘴巴一张开来，舌头又往下掉，它的肌肉力量就慢慢又会比较差。
是，我这边补充一下，嘴巴闭起来其实还包括说，我们讲话换气的时候，尽量是嘴巴闭起来，用鼻子换气。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吃饭的时候，其实也要闭着嘴巴吃。对。然后平常听老师上课或是工作的时候，静止状态，只要没有在吃东西、说话，都是保持嘴巴闭的状态。其实它有蛮多细节，对，都要闭着。杨医师刚刚的补充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其实就是现代人为什么现代人会很习惯嘴巴张开来的原因，就是现代人讲话的时候很多都是用嘴巴在呼吸。对，在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嘴巴张开来。是，所以这个是一个造成现代人为什么现代人打呼年纪越来越轻、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人基本上从小开始就已经习惯嘴巴张开来。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在打呼，就是这个是一个你要真正的彻底的改善打呼的话，跟睡眠呼吸中止的话，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心。你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闭上嘴巴，然后训练你的舌头肌肉力量，让它能够重新的整个贴到上颚去。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根治的方法。那再过来一个改善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就是睡觉的姿势。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尽量能够侧躺。尽量侧躺。那侧躺如果改善打呼的话，其实是跟重力有关系的。我们如果仰着睡的时候，那睡觉的时候舌头是在口咽部的上面，舌头在口咽部上面，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加上一个重力的关系，那舌头往下坠的时候，所以口咽部空间会更小。那你如果侧躺的时候，那口咽部是在舌头的等于它的侧面，是那它的下面其实是脸颊，舌头下面是脸颊，所以这个时候舌头往重力的关系，它是往脸颊这边倒，是比较不是往后面。那趴睡为什么不好？趴睡对打呼来讲是很好，但是呢，因为趴睡有很多的一些危险，尤其小孩子的话，我们像台湾的婴儿的猝死里面，趴睡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那另外就是趴睡的时候，在成年人趴睡的话，有时候就是影响到你的颈椎。是的。所以趴睡来讲，大概会趴睡得很舒服的人大概也不太多。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大概还是建议就是你侧躺。其实复健科物理治疗师都很反对趴睡，他们真的就是觉得颈椎这些会扭曲，会压迫一些神经跟肌肉。对，没有错。所以大概就是我们会建议就是侧躺。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减重。为什么在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里面，减重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当你的体重过重的时候，不是只有尾鱼肚。所以那个脂肪其实不是只有在肚子而已，你身体的所有的内脏器官都会有脂肪。是。那在喉咙里面很明显的就是你的喉咙的管径，因为脂肪的关系，你管径会变得比较小。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的体重比较重的时候，你的舌头也会变大。对。那舌头也会变大，所以现在在医院在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的时候，有一个手术叫达文西手术，就是把舌根把它削掉一些。那我常常跟这些病人讲，我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可以到医院去做达文西手术，这是目前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治疗法。是。另外一个治疗呢，另外一个方法呢，你不用开刀，但是你要减重。是。因为有医学文献在研究发现到一些大舌头的患者，睡眠呼吸中止比较严重大舌头患者，他的舌头的体积有40%是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没错。你如果减重之后呢，把这个内脏脂肪的脂肪减少，你的舌头的脂肪如果只有剩下 5%， 是。你的舌头自然就变小，而舌头不但变小，而且呢，你的肌肉力量会增加。没错。所以当你一个比较肥胖的人来讲的话，他的肌肉力量一定也是比较差。是。所以有两个，一个你的体积会影响到口咽部的大小，一个你的本身的肌肉力量差，所以你的舌头就更难往上。对，我们以前都不觉得说舌头也是肌肉，还减重舌头也会减重，但以前没有这种连结。然后我在也是翻阅一些报告的时候，才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文献，它比较这个马拉松的奥运选手跟重训就举重的重训的选手，他去分析他的舌头，结果发现说，真的
马拉松的选手，他的舌头的耐力，他可以舌贴上颚的时间比举重选手久。可是呢，举重选手的舌头，它可以往上贴住的这个力量，因为他没有那个舌压计去测它的力量，舌压计呢远大于马拉松选手，它负重也是比较大的。这真的很有趣它是全身型的。对，没有错。所以我们脂肪基本上就是内脏脂肪，全身器官都有。所以有些人在心脏很多的时候，也影响心脏。是。所以很多都有。所以减重这部分来讲，所以现在如果说患者的 BMI 有到27以上，我基本上我会非常鼓励他们减重，先减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睡眠检查的时候，睡眠检查如果说他侧躺跟仰躺，他两个的睡眠呼吸中止那个指数差别不是很大的时候，是，那就表示你的喉咙、你的舌头的脂肪其实是很多的。是。那像我曾经看过一个患者，大概差不多50-60岁一个女的，身材瘦瘦的，她打呼很大声，睡眠呼吸中止那个指数呢50几，哇，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一般大于30以上就算重度的50几，但是她侧躺的时候呢只有3，差好多，只有3，非常差的非常大，是，那就表示什么？没有这个脂肪的问题。对，所以她只要侧躺有没有？他就完全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纯粹姿势的问题。所以这个姿势的问题，其实很多打呼患者的另外一半呢都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帮他翻身就好了。对，所以很多打呼患者的另外一半呢，我常常看诊的时候，我都希望说另外一半一起来，我都会问他们大不大声，很大声，吵死了，受不了。对，然后呢，我说姿势转变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他只要一翻身就没事，对，就没有声音了。没错。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其实大家都知道。还有睡觉时候打呼的时候嘴巴张开来，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对，很多患者的另外一半也讲，就是我只要用手把他嘴巴捏着闭起来，声音马上就没有了。对，把它翻个身，声音就没有了。真是，可是难的就是睡觉的时候他翻身或者在仰躺，他自己不知道，他也许入睡的时候可以侧睡，但很快的他就翻过去。对啊，那这个怎么解决？其实解决这个方法也很简单。那现在像我记得好像长庚他们也有在开发一个那种侧躺的床我常讲那个叫做旗舰版旗舰版就是那个是比较贵的睡起来很舒服的。是。那我常讲说，我另外一个叫做普及版、大众版是你的成本大概只要顶多200-300块就可以解决了。怎么解决呢？你就买一个腰包。我想腰包很多人都有腰包你如果有的话，你也不用再去买你有个腰包可以放东西嘛你再买一个网球，你把网球放在腰包里面，腰包的那个包包里面是。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呢，你先侧躺，然后把腰包吸在你的腰部把那个网球放在后面，是。我保证你一个晚上不会仰着睡。但这样会不会都是右侧睡？对，它会让你固定一个姿势睡。那这个就是会有两种后续的。对，一个就是说你固定一个姿势睡那这个时候呢，你很认真的去练习我刚刚讲的嘴巴闭起来练习你的舌头肌的力量然后练习呼吸你大概花个几个月的时间。我常常讲你如果说真的每天能够花30分钟去练习的话大概大部分来讲3到6个月你的舌头大概都可以上去。是。你上去之后呢，你就不用说一定要侧躺没错，因为你已经恢复了嘛，你就不见得一定要侧躺。是的。那如果说你觉得像躺着这样很不舒服的话，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放网球，是，你可以放一些像红豆啦，一些或者甚至一些细的沙子都可以。障碍物就对。对，那个就没有像网球那么难过。是，你还可以翻身，你还可以从左翻到右，右翻到左。但是你要仰着睡的时候，因为它还是有凸起来一个东西，就没办法仰睡，你就没那么舒服。你就比较说，你可以从左翻到右，右翻到左了解。那网球的话是固定，是，所以网球的话你要翻过来，大概很难。对，很难大概很难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大众版、普及版简便的方法蛮好用的，而且成本很低。是成本非常低。网球加霹雳腰包这样子。对这是非常低。那再过来一个就是说，如果对于有些患者经过这些之后，他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打呼，虽然有改善，睡眠呼吸中有改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的话，那另外一个我就会建议说，你可以去练习我刚刚讲的普利格的放松减量呼吸。所以普利格放松减量呼吸算是一个终极的一个治疗法。没错。那为什么放松减量呼吸它对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会很有帮助？
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声音为什么会有声音出来，为什么会有打呼的声音出来，声音的出现一定是空气快速流动，是就像我们那个警察吹哨子，指挥交通吹哨子一样，你吹哨子一定是吸一口气是很快的用力的吹，对，哨子会很大声，是你如果说轻轻慢慢的吹，就没有声音，哨子就没什么声音，是，所以普利克放松简单呼吸对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的帮助就在这个地方，它就是训练你呼吸轻轻慢慢的呼吸，所以当你轻轻慢慢呼吸的时候，它就不会让悬雍垂震动那么快。那我们在这个音频里面有办法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菩提克呼吸的减量呼吸的大概练习吗？菩提克简单呼吸以后，我讲它几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就是嘴巴闭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嘴巴闭起来，吸气吐气都是嘴巴闭起来。好，那有些人讲说，我老师教我的时候吐气要用嘴巴张开来吐，基本上以医学的生理解剖来讲，那个也是不对的。我们吐气，我们还是要从鼻子吐气。是。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理论来讲，就是当我们吐气从鼻子吐气的时候，我们吐气的空气中的水分，鼻腔黏膜可以回收80%。口腔吐气的话是没办法回收的，所以你用嘴巴吐气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比较容易口干舌燥。没错，我会观察到那个嘴唇干裂，或者是容易想要大量的喝水。对，所以你用嘴巴吸气、嘴巴吐气，那个是最干。鼻子吸气、嘴巴吐气是第二。是，你要完全没有的话，其实是鼻子吸气、鼻子吐气。是，所以你看其实你看很多的马拉松好手，他跑步的时候嘴巴都是闭起来的，是闭着的，没错。这样他水分丧失比较少。是，水分丧失比较少。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第一个就是鼻子吸气、鼻子吐气。第二个的话就是用所谓的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呼吸就是一般人讲的腹式呼吸。是，我现在比较不喜欢用腹式呼吸，是因为我们平常人讲腹式呼吸都在讲深呼吸。对，不管你练气功也好，练瑜伽也好，练什么呼吸也好，老师都教你腹式呼吸，然后深呼吸。但是呢，菩提克呼吸非常强调你呼吸不要太多。是，为什么呼吸不要太多？我刚刚已经前面有提过，你从我们鼻子的大小跟嘴巴大小，你就知道我们人其实是不需要呼吸那么多空气的。是，现在讲呼吸，很多人还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我常常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吃东西不能吃太多，7分饱。对，7分饱是长寿之道。吃太饱对你的身体不好。对，其实呼吸空气也是一样。是，也是一样。所以尽量用横膈膜呼吸。第三个重点就是吐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然后你的呼吸要很规律，这个就是菩提克呼吸的放松简单呼吸的根本的，就是这样讲这些，对，非常非常简单。是，你唯一需要的就是花时间练习。你如果说只要你愿意练习的话，你大概慢慢都会有那个成效出来。是，所以这个其实非常简单。是，所以我记得您那个书上有一些节奏，就是吐气几秒钟，然后再吸气几秒钟。我们一开始，我们大概最入门的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2秒钟，是吐气的时候3秒钟，是那吐气3秒钟就比吸气时间长了。这个其实是从那个自律神经过来的。我们呼吸的时候，吸气是属于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是吐气是属于副交感神经，是那现代人通常都是交感神经太过旺盛，所以现在自律神经失调绝大部分。当然有少部分是副交感神经，那个人就很懒散了。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交感神经太过旺盛，就会焦虑。对，所以等于我们做呼吸的时候，我们把吐气时间拉长，是比吸气时间长，那这样就是让你的副交感神经作用时间再长一点。是，这个是最入门的，就是吸气2秒，吐气3秒，那这样1分钟呼吸是12次。是，然后再过来一个的话，你说这个做的觉得很轻松的，你就会把吐气拉长，吸气2秒，吐气4秒。是，那你1分钟呼吸大概10次。是。然后再进一步的话，你可以吸气2秒，吐气一样维持4秒，然后吐完气之后暂停呼吸2秒，暂停呼吸2秒，是，然后再过来你就可以吸气2秒，吐气4秒，暂停呼吸变成4秒。所以我现在在教的这个放松呼吸，就是吸气2秒，吐气4秒是固定的，是，然后再过来你暂停呼吸就可以越来越长。所以你如果吸气2秒，吐气4秒，暂停呼吸4秒，你一个呼吸是10秒，是1分钟是6次。是，所以在精神科讲的自律神经真的交感副交感平衡的时候，1分钟的呼吸次数是5到6次。
没错。所以1分钟呼吸5到6次的话，你的交感副交感算是属于一个平衡状态。了解。那你的呼吸如果说比这个5、6次更少的时候，你的副交感就会比交感又更强。所以你要练习在放松的时候，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放松没有叫做最放松，是只有说更放松。只有更放松。所以你在慢慢练习之后，你会觉得说，现在觉得很放松，继续练习3个月之后，你回头去看3个月之前，觉得说现在才放松，3个月之前好像没那么放松。是，所以你慢慢可以练习。我现在常常跟一些上课的学员讲，你如果每天愿意花1个钟头去练习这个呼吸的话，你1年的时间，你应该可以练习到吸气2秒钟，吐气4秒钟，是，后面暂停呼吸14秒。14秒，对，哇，所以你一个呼吸是20秒，对，1分钟呼吸3次，就拉很长。对，你如果练习到这样子的呼吸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呼吸道的问题。你没有呼吸道问题，就是所谓我刚刚讲的过敏、打喷嚏、鼻塞，或者是睡觉打呼、睡眠呼吸中止、气喘，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后你也不会有失眠的问题，因为你的视觉神经很放松。对，是你不会有失眠啊、焦虑啊、耳鸣，是耳鸣也是跟自律神经有关。这些其实都可以借助呼吸来做改善。但是我这样听下来，其实那个有点像观呼吸，佛教里面佛家的静心静坐也有这所谓的观呼吸。那对一般人入手是最难的，大概就是你数呼吸，可能数个几秒钟，心思就跑掉了，就没有数了。对，所以我们在做数息的时候，一般我们在做禅坐的时候，就一次的呼吸数1。一次的呼吸数2，就是吸气吐气数1，吸气吐气数2。那我在做这个放松减量呼吸的时候，我们把它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就是要减少这个妄念。对。那我们这更进一步就是说，吸气的时候，我刚刚讲吸气2秒钟，吐气3秒钟，对不对？我吸气的时候我就数1、2。是。1秒钟数1、2。吐气3秒钟就数1、2、3。不断的有事做，一直在数。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个就是数息，就是数数字，不是想，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人是在脑袋里面想1、2、1、2，我说数，你要内心要真的数，只是没有出声音，但是你要去数。你在数跟想的差别在哪里？想的时候你一边想有没有还有念头会进来？对。但是你数的时候，因为你的整个的注意力会非常放在这个数字上面。是。所以你在用数息的时候，你的妄念就不会进来因为你都非常的专注在这边专注在这边。这个就是像以前像法鼓山他们在教导做的时候讲的一句话：活在当下。是，就是你在数那数字的那一刹那，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那个上面所以你如果说像刚刚讲的吸气2秒，吐气4秒，暂停4秒的时候，我的方法就是吸气数1、2，吐气数1、2、3、4。暂停呼吸数5、6、7、8，因为暂停呼吸是接着吐气以后的，所以把它放在跟吐气后面一起去数。了解。所以这个数息会比一般我们打坐的数息又更深入，因为打坐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吸气一个吐气，我们再数1。那个中间还有一些时间可能会让你有些妄念进来。没错。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数息把它更细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让妄念还来不及进来，我就数下一个数字。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呼吸练习的时候一些，其实也算蛮简单的一些技巧。所以这些呼吸练习坦白讲都不难。真的都不难，其实就是在把它切割更细，让你每一个念头都是活在数字中，都一直数息，数1、2、3、4，就不容易分心。然后每天好好的做30分钟，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的呼吸的功能越来越好。然后一些打呼、过敏、耳鸣、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都可以慢慢的获得改善。没错，真的是很棒。好，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谢谢曾医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谢谢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收听，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